为了能够活下去，他推翻了眼前的一张桌子，然后将屋内所有的尸体全部拖了过来，整齐地堆在了桌子上面，在下方形成了一个狭小的空间。完事后，他果断地钻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2架无人机呼啸而来，红外热成像很快发现了屋内的他，紧接着就是一顿密集的扫射。女孩的操作成功帮他挡过一劫，而这正是由史泰龙参演的新电影《警报站》。虽然龙叔已经年过70，但老当益壮的他依然能打，面对一群全副武装的雇佣兵毫无压力，一梭子下去全部撂倒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咱们正片开始。位于波兰的一处度假村内，男主乔和女邻居布里正在这里散步，但突然他们听到了一阵剧烈的响动，意识到不对的乔马上赶了过去，却在森林中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。以防发生危险，乔让布里带着众人先行离开，但布里表示自己是名医生，可以留下来帮忙。随后两人来到了坠毁的飞机旁，看到了机舱内已经丧生的飞行员，从死相判断应该是遭到了枪击。乔注意到了其中一人脖子上的标记，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名特工，他很清楚这个标志属于哪个组织。显然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坠机事故，但乔没有注意到飞行员手中的对讲机是打开的，好在被布里及时发现。乔立刻取下对讲机扔到了一边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因为他们的谈话已经被神秘组织截取到。 He's one of ours, and he's been missing for 5 years. Where are they? Poland. 原来乔曾经也是这个组织的一员，5年前在做完最后一单任务之后，他便选择脱离了组织，和另一名同事凯拉躲到了波兰的一处乡下。两人结合后安静的生活在这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的融入到了这里的生活中，和邻居布里夫妇处成了朋友，每个月都会一起聚餐聊天打趣，生活好不自在。但这天在吃饭时，他们却听到了一声巨响。为了弄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乔和女邻居布里打算去看看。由于布里的丈夫弗兰克腿脚不便，所以凯拉留下来照顾他，顺便从高处观察周围的情况。而一场坠毁的飞机也让乔意识到不对，他觉得凶手肯定有所图谋，但又没发现什么。于是他盯上了飞行员的肚子，猜测凶手想要的东西就在飞行员的肚子里，接着果断将匕首送入其中，并很快从里面扯出了一个形似胶囊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力量正在赶来。就在他研究这个东西是什么时，忽然在周围的树丛中看到了许多手持武器的人，紧接着那支车队也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乔叮嘱身边的人不要乱说话，领头的老黑朝几人走了过来，乔一眼就认出了对方，但老黑并没识破乔的身份，而是询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 U 盘。一旁的女游客赶紧回答老黑的问题，唯独布里听了乔别乱讲话的建议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这无疑引起了老黑的注意，于是莫名其妙且毫不犹豫地拔枪射向了布里，紧接着又将枪口转向了乔，但乔非常的冷静。老黑问他手里拿的什么，乔只是皱了下眉头，并没有回答。老黑有些失去耐心了，于是命令手下干掉这里的所有人，但他似乎低估了乔的实力。双方迅速在丛林中展开了激烈对射，枪声也引起了屋内凯拉的注意，于是立刻将弗兰克扶了起来，并将其送回到了家中。在从对方的口中得知家里没有防御的武器之后，凯拉一拳头打碎了浴室玻璃，从碎片中捡起一片最尖锐的，用抹布包好后交给了弗兰克，然后将自己当作目标，教授了他使用的办法，并告诉他一旦发现有人进来就立刻使用这一招。随后返回到自己家中，摘掉了身上佩戴的饰品，迅速换了身行头，穿戴好武器装备，提着那个装满了秘密资料的手提箱来到了户外，启动了自毁程序，让其在大火中化成了一堆齑粉，接着打算去寻找乔，协助他撤离这里。此时的乔还在丛林中和这群雇佣兵纠缠，他这一跑也彻底坐实了 U 盘在他身上的事实。由于对方人数众多，所以他只能一边奔跑一边寻找机会还击，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。但手中只有一把武器，弹药有限，于是乔想到了一个办法。等到雇佣兵骑着摩托追来之时，乔则迅速躲了起来。在对方靠得足够近之后，乔迅速出手将他打翻，然后冒着枪林弹雨扶起了摩托，并快速扭动油门离开了战场。失去目标的老黑只能将情况报告给上司。由于 U 盘里装的东西事关重大，所以上司联系上了负责那片区域的特工切斯特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找回 U 盘，顺便干掉那2名叛逃者。拿回 U 盘可以，但杀死乔，切斯特还是有些不情愿，因为他和乔曾经一起工作过很多年，可上司下了死命令，切斯特也只能无奈接受。与此同时，逃离的乔则重新返回到了小镇，这里藏着他和切斯特当年一起工作时的一个据点。他先是找了些吃的东西填饱肚子，然后将电话打给了上司，谎称自己亲眼看到老黑杀死飞行员，拿走了硬盘，但其实 U 盘一直在他的手上，还表示自己愿意帮他追回 U 盘，作为交换的条件，事后总不得放过他和妻子，不能继续无休止的追杀。上司听后觉得这个条件可以接受，于是便同意了乔的建议。另一边的凯拉没找到
到乔后，又重新返回到了弗兰克的家。他现在很清楚那群雇佣兵肯定会找来这里，于是将腿脚不便的弗兰克塞到了床底下。直到现在，弗兰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那支雇佣军小队就找了过来。凯拉也已经躲在墙后做好了准备。3下5除2，3名雇佣兵被凯拉轻松收拾。就在他刚将尸体全部处理好时，乔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他告诉凯拉，切斯特和老黑都来了，这次他们有麻烦了。凯拉让他来弗兰克家里，两人可以一起面对这一切。但乔却告诉他自己得先处理一些事情，而他所要处理的事情正是切斯特。此时的切斯特正在和上司通话，但上司并没有将承诺给乔的事告诉切斯特，也就是说，猎杀乔夫妇的命令切斯特还得执行。而乔其实也猜到了这一点，他很清楚做他们这行的人没有信誉可言。而切斯特在确认命令后，拿着武器来到了乔的秘密基地，结果并没有在这里看到乔。可等他返回到自己家时，乔却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。但切斯特似乎并不意外，显然他还是比较了解乔。接着倒好了2杯伏特加，也算是对两人5年来初次见面的庆祝。但这次乔并没有喝，他很尊重自己的生命。随后切斯特询问乔为什么会这么努力的想要拿回那颗 U 盘。乔告诉他老黑来了，可自己的妻子还在村子里，他愿意拿回 U 盘交给他，但前提是他得协助自己去救妻子。切斯特听后还没来得及回复，就听到楼底下传来了引擎声，原来是老黑派了一群手下赶到了这里。但切斯特显然不会看着老黑的手下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，于是拿起了一把带有弹鼓的喷子，顺便还给了乔一把。而这时那群雇佣兵刚好冲了上来，轻松愉快的解决战斗。这群人都是老黑找的承包商，都不愿意卖命，遇到困难立刻将电话打给了老黑，要求他们过来支援。Tell them I'm on my way. 另一边的凯拉也回到了村子，这里还有很多游客。不久之后，老黑的一名手下找到了这里，所有人都被吓坏了。下一秒，凯拉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在将这人干掉之后，凯拉将其从楼梯上扔了下去。楼下的雇佣兵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就来了火气，所有人立刻朝着楼上发动了进攻。凯拉也适时出手。但就在他准备捡武器之时，身后又突然出现几人，这下凯拉只能乖乖举手投降。对方见凯拉是个女的，于是便打算上前搜身，而凯拉则将手伸向了自己的头发。虽然将所有的小喽啰全部收拾，但最终还是被领头的大汉扔在了地上，一顿蹂躏之后失去了战斗力。而此时的老黑也带着手下赶到了切斯特的楼下，为了杀一儆百，老黑让这群承包商撤离。结果对方刚转过身，他就接过了手下递过来的武器，一梭子子弹将几人全部打翻在了地上。没错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些没用的人就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而这一操作也有效地震慑到了身边的手下。楼上的乔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，但这时切斯特突然说自己的腿抽筋了，需要乔帮忙拉一把。可就在乔上前伸出手时，切斯特却将一支神秘药液注入进了他的体内。 Crazy bastard. Sorry, kid. You got about an hour. 原来切斯特怕乔耍花样才出此下策，也就是说乔必须1个小时内拿到 U 盘，要不他的妻子就没救了。随后他用喷子打坏了电缆，瞬间房子暗了下来。同时老黑也下令对切斯特的房子进行无差别攻击，甚至还拿出榴弹发射器，对着所有的窗户都来了一发，接着命令手下展开突击。可刚进屋子就遭到了乔和切斯特的围猎，浓重的烟雾之下，这些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很快冲进来的人就被两人杀了个片甲不留。随后切斯特扔出一颗手雷，在外墙的墙体上炸出了一个大洞，乔被气浪推倒的同时 U 盘也掉了出来。 What? You had it the whole time, Rush? Yes, yes. Ah! 切斯特抢过了 U 盘，接着起身迅速逃离。老黑的手下立刻对着洞口就是一阵密集的扫射，屋内的乔也抓住机会展开了反击。如此近的距离，一群人干掉一个人应该很轻松才是，可这些雇佣兵却死活打不中，甚至还死伤惨重。好家伙，一点都不科学。很快乔就没有了弹药，于是他大摇大摆地从洞口冲了出去，干翻一人后开始用手枪给剩余的雇佣兵挨个点名，然后乔刚刚反应过来，老黑便出现在身前。乔不紧不慢地靠在了一边，而老黑也收起了武器。乔说东西被切斯特拿走了，但老黑听后却并不着急，而是告诉乔他也被人算计了。原来那2名飞行员就是上司派他去杀的，因为知道那2人手里有 U 盘，所以上司派他去拿回来。但人杀了 U 盘却没拿回来，所以上司便打算干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，让一切真相石沉大海。
可不巧的是，计划被老黑得知，所以他现在的首要目的不是 U 盘，而是活下去。这下两人算是有了同一个目标，打算一起合作破开这无解的局面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凯拉也被雇佣兵控制，为了让凯拉引出乔，对方拿走了他的通讯器，还要求他打电话给乔。为了打消对方的怀疑，凯拉刚开始表现出了很不配合，眼见时机差不多了，于是接过通讯器开始输入号码。但几人不知道的是，凯拉输入的是一套自毁程序。凯拉迅速起身，将还在懵逼中的一人控制，用他的枪轻而易举地将周围的几人干掉。小队长见状，直接将凯拉扑倒，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。虽然凯拉并不是雇佣兵的对手，但胜在他有足够丰富的作战经验。最终小队长被抹了脖子，而凯拉也被对方的匕首刺进了腹部，好在不算太过糟糕。而上司为了尽快干掉几人，从空军基地要来了几架满配的无人机，打算从空中猎杀他们。此时的乔和老黑正在赶往度假村的路上，很快就被高空的无人机用热成像发现，紧接着密集的子弹和导弹一股脑地朝着他们的车攻击而去，另一架则冲向了凯拉，而凯拉躲在了雇佣兵的尸体下面，这才顺利逃过一劫。乔和老黑被另一架无人机追着打，两人无奈只能将车开进了一处房子里。乔很清楚对方依仗的是热成像，于是他将所有的书全部丢在地上，老黑则掏出打火机将其点燃，这样就可以有效隐蔽自己的行踪。等到无人机再次飞过来之时，两个人立刻对着无人机就是一顿疯狂扫射。就在对方锁定发射导弹的前一秒，两人利用手中的轻武器顺利将无人机打爆。可乔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老黑却举枪对准了他。 Yes, you did, American Joe. As I said before, barbarism. 好在凯拉及时出现化解了危机，但很快另一架无人机就发射出了更多的导弹，两人立刻跑向远处，但最终还是被气浪掀翻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乔带着凯拉回到了村子。凯拉有些累，于是就打算坐在旁边休息一下。这时切斯特却突然走了出来，原来他知道乔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作为老友打算过来送他一程，但没想到乔看着没事，而他自己却莫名出现了乏力感，连枪都拿不住了。原来乔当时在返回秘密基地时，意外注意到了死去的飞行员，因为在切斯特的楼下，乔猜测可能是切斯特干的，于是就在切斯特出门找自己时，潜进房间找到了毒剂并进行了更换。而切斯特之所以中毒，是因为乔在他上厕所时将毒剂倒进了他的酒里。切斯特知道真相后拿出了解药，却被乔一把夺了去。Fuck it. I deserve it. You win. Let's take off. 但最终他还是将解药还给了切斯特，因为他很清楚接下来上司一定会对他展开猎杀，而他现在需要队友，切斯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两人达成了协议，接下来将一起同生共死。此剧结。